你们知道吗？那些跟爸妈或者跟儿女亲不起来的人，背上背着的因果业力，远比你们想象的要深得多，也可怕得多。很多人为亲情苦恼，试过让自己去懂事，去孝顺，或者试过去讨好，去妥协，甚至给自己找借口，说哎呀，我们这就是个性不合啦，两代人有代沟啦。你抱怨老人家不够温柔体贴，或者怪小孩冷血无情，同时又在深夜里偷偷怀疑自己，甚至把精气神都给耗光了。但各位啊，你从来没深究过这背后的因缘。这个世界上绝对没有无缘无故的相遇，能进一家门，能吃一锅饭，这缘分从来不是老天爷随便支脚决定的巧合。父母对子女有极大的恩情，哺乳养育，生养之恩重如山海。但你看看周围，看看你自己，为什么有那么多父母和子女明明骨肉相连，却比普通朋友还要疏远防备？今天我就把这个天机给讲透了。其实子女跟父母之间说到底就是4种因缘，一是报恩，二是报怨，三是偿债，四是讨债。听懂了吗？孩子来到父母身边从来都不是白来的，是善缘还是恶缘，前世的业力早就给你们这段缘分涂好了底色。那些从小跟父母亲密无间无话不谈的，多半是带着深厚的善缘来的，而那些跟父母疏离隔阂，一开口就吵，甚至互相成仇的，背后往往藏着极度复杂的累世因缘。那些报恩的善缘，大家日子过得顺心，今天我们就先不谈。接下来我就要从3类最折磨人的缘分开始拆解，再深挖背后的业力流转和代际轮回。最后我会把怎么扭转这个因果死局的实操方法一次性给你们说个透彻。这些真相不仅能解开你们心里压了10几20年的死结，更能帮你看清自己人生的卡点。最重要的是能避免你们把原生家庭的这种痛再传给你们的下一代。现在我先给你们挑开第一块最痛的伤疤，来讲讲这第一种最折磨人的奇葩缘分，也就是抱怨的缘。什么叫抱怨的缘？说白了就是前世结下了深仇大恨，甚至背着人命债。这股业力啊，就像一根看不见的铁链子，强行把前世的仇人拉到了今生，让你们投胎成了至亲。为什么非要变成至亲？因为老天爷知道，陌生人捅你一刀，伤口好了你就忘了，但亲生父母亲生骨肉捅你一刀，那把刀子上是带倒刺的，拔出来连皮带肉，能痛你一辈子。我有个学生40岁了，事业有成，人也体面，但他跟我说，他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和死结就是他的亲生父亲。从他记事起，他爸爸就没给过他一个好脸色。小时候为了讨爸爸欢心，他拼了命的念书，晚上熬夜做题，好不容易拿到好成绩。结果呢，他爸爸冷冷的甩过来一句，考第一有什么用？就这么骄傲，一盆冷水直接从头浇到脚。后来他上中学，有一回大冬天发高烧，烧到了39度，半夜被送到医院吊点滴，他烧得浑身发抖，迷迷糊糊的看到爸爸走到病床前。你想想看，换作是别人家的爸爸，肯定是心疼的掉眼泪，但结果他爸爸开口第一句话竟是，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全家人大半夜的都要被你折腾死。听到这里，各位你们心里酸不酸？但这种折磨这还不算完，等到后来这位女士长大了，自己出去做生意，碰上景气不好，赔得血本无归，躲在租屋处里哭。他爸爸打来电话，不仅没有一句安慰，反而是一顿劈头盖脸的痛骂，早跟你说你不是做生意的料，一个女孩子家非要瞎折腾，现在赔光了得到教训了吧？真没出息。这位女士说，她从小到大最怕的就是听见门外她爸爸拿钥匙开门的声音，咔嗒一声，只要爸爸一踏进家门，整个屋子的空气就像结了冰一样凝固了。她拼命的懂事，拼命的看脸色，就是想换她爸爸一句肯定，一句女儿你做得很不错。但是直到她40岁成家立业了，这份认可她一次都没等到过。后来她干脆逃了，她选了一个离家最远的城市工作，1年到头也回不了一次家，电话也极少打。不是她不想孝顺，是她真的不知道该跟爸爸说什么。一通电话打过去，除了喂吃饱了吗？吃了，挂了，多说1个字都觉得像是喉咙里卡了鱼刺，多在家里待半天都觉得喘不过气。前几年报应来了，他爸爸突发中风，瘫痪在床。作为女儿，
他必须得回去尽孝啊。他请了假，天天守在病床前，把屎拔尿、擦澡翻身，一口一口的喂饭。病房里的看护来探望的亲戚都竖起大拇指夸：哎呀，老李啊，你真是好福气，生了个这么孝顺的女儿。可是各位啊，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那是个什么滋味。晚上夜深人静，他一个人坐在病床前，听着心电监护仪滴滴的声音，看着床上那个曾经不可一世，现在却连口水都控制不住的老父亲，他心里想的竟然是：我像是在做一份看护的工作，做完了我的任务就完成了，没有太多心痛，没有那种撕心裂肺的不舍。看着亲生父亲苍老的脸，他甚至觉得很荒谬。这是生我养我的亲生爸爸啊，为什么我们俩之间好像结了几辈子的血海深仇一样？他偶尔会想，是不是我前世欠了他的，这辈子才要受他这么多委屈？可就算是还债，也总有个还清的时候吧。为什么几十年过去了，我这个心面对他的时候，还是像块石头一样，怎么都软不过来呢？我告诉你们，这位女士的遭遇就是最典型、最标准的抱怨源。你们不要以为这只是个例，佛经里早就有明明白白的记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历史大案，讲的就是这种相爱相杀的抱怨源，这就是阿象四王和频婆娑罗王的故事。你们就当听8点档连续剧一样，听我给你们讲讲。当年印度的频婆娑罗王是个好国王，但他有个大心病，就是年纪很大了还没有生出儿子，家里没王位继承人，这换了谁不着急啊？他就到处找算命先来看。算命先一掐指跟国王说：大王啊，有是有，但在山里头有个在深山里修道的仙人，等他寿终正寝死了之后，他的灵魂就会投胎到王后肚子里，给你当儿子。频婆娑罗王一听眼睛都红了，他老了呀，他等不及那个修道人慢慢老死了，这昏庸的念头一上来，他直接派了一队全副武装的士兵冲进深山，把那个无辜的修道人给活活逼死了。那个修道人死的时候，满心都是泼天的怨气和毒恨，他指着天发下毒誓：昏君，我跟你无冤无仇，在山里好好修我的道，你竟然为了要个儿子坏我性命，你等着，我来世一定要脱身到你家找你索命报仇。没过多久，王后韦提希夫人果真怀孕了。可是这孩子还在娘胎里的时候，算命仙又来了，一看王后的肚子，大惊失色：大王啊，坏了，这孩子身上带着极重的怨气，是个来报仇的冤家啊，将来他一定会害死您的。这就叫什么？这在佛法里有一个专门的词叫未生怨。什么意思？就是这孩子连肉身都还没长全，还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那个仇恨的种子就已经深深种在阿赖耶识里了。带着这种怨气生下来的孩子就是阿氏太子。后来怎么样了？阿氏太子渐渐长大，从小就看他爹不顺眼，怎么看怎么犯冲。等他羽翼丰满，他毫不犹豫地发动了政变，直接篡了王位。他不仅抢了江山，还把他亲爹频婆娑罗王关进了一个7重深牢里，下令严禁任何人探视，断绝一切饮食，就是要活活饿死自己的亲生父亲。王后韦提希夫人心疼老头子，偷偷把蜂蜜和面粉涂在自己身上，洗干净了给国王吃。结果被阿边四王发现了，他不仅没感动，反而勃然大怒，拔出剑来连亲妈都要杀。最后大臣死命拦着，他才把亲生母亲也一起囚禁进了大牢。各位，故事听到这里，你们心里是不是倒吸一口凉气？这就是抱怨之源的可怕之处。你们以为亲生父子就有天生的爱吗？你们以为有养育之恩就能化解一切吗？在累世的因果业力面前，世俗的亲情有时候脆弱的就像一张纸。这种带着抱怨缘分来的一家人，天生就带着抵触和厌恶。你对他付出再多，买再贵的衣服，做再好吃的饭菜，都抵不过他潜意识里对你的那份反感。因为那份厌恶根本就不是今生今世因为某件小事造成的，那是累世的怨结在现世结出的苦果。所以听到这里，那些和父母和子女关系紧张的你们，别再天天晚上睡不着觉，躲在被窝里内耗了，别再怪自己是不是天生冷血，也别再逼着自己去演那种父慈子孝的假把戏了。强扭的瓜不甜，强演的亲情不仅累，还会让你们的怨气越积越深。接下来我要讲的第二种缘分，也是现代家庭里最常见、最让人心里发寒的一种债务缘。什么叫债务缘？说白了，你们这辈子成为一家人，根本不是因为感情深，
而是因为钱财和亏欠，前世的账没算清，这一辈子老天爷把你们凑到一块，就是为了公事公办，把这笔账给平了。有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我有个跟父母从来没吵过架，没有矛盾，甚至在外人眼里她简直是个模范女儿，每个月1号孝心费准时汇到父母户头里，一分不少。逢年过节各种高级保健品、按摩椅、大红包流水一样往家里送。父母但凡有个头疼脑热住院了，他连夜搭高铁赶回去挂号批假陪病，该尽的责任那是做得滴水不漏。但是你们听好了，这只是表面。他自己坐在我面前的时候叹着气跟我说，尼斯啊，我对他们只有责任没有亲情。他平时极少主动给家里打电话，每次打电话就像在公司里跟老板汇报工作一样，喂妈，钱收到了吧，酱鸭要吃完了去买，我来出，好，我还要开会，挂了。三言两语全是正事，绝对听不到一句多余的废话。别的女孩子回家那是扑到妈妈怀里撒娇，叽叽喳喳地说公司里的八卦，谈恋爱的烦恼，像个贴心肝的。她呢，过年提着大包小包推开家门，换了鞋坐在沙发上，妈妈客客气气地给她端上一盘切好的水果，说吃苹果啊。她也客客气气地点点头说，谢谢妈，您别忙了，坐吧。这哪里是亲生母女，这分明就是过年走亲戚嘛。互相客气，互相招待，彼此都端着。父母不会跟他抱怨家里的水管漏了，隔壁的邻居太吵，他也不会跟父母说自己在外面受了多大的委屈。两个人之间就像隔着一层永远戳不破的透明塑胶膜，他自己过不去，父母也走不进来。他很痛苦，他觉得内疚，觉得自己是不是个冷血动物。他跟我说，尼斯，我总觉得我和父母之间像是在履行一份商业合约，他们负责把我养大，我负责给他们养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互不相欠。我当时就铁口直断地告诉他，傻孩子，你不用内疚，你这根本不是冷血，这就是债务关系中的还债缘。在因果法则里，债务关系分两种，一种是来还债的，一种是来讨债的。像这位女士，她前世肯定是欠了她父母一大笔钱财，或者受过人家极大的物质恩惠没还清，这辈子投胎做他们的女儿就是来还钱的，所以她会拼命赚钱，会用物质赡养来偿还这份债务。她该给的钱一分不会少，该出的力一点不会推。但是因为前世没有结下深厚的感情善缘，所以这辈子就算给再多钱，心里也是冷冰冰的。就像你去银行还贷款，你会对银行柜台的行员有感情吗？你会跟柜员撒娇吗？当然不会。等这笔贷款还清了，缘分也就尽了。那另一种讨债缘呢？哎呦，这种就更可怕了。民间有句俗话叫生了个讨债鬼，一点都没叫错。有些小孩子生下来就是来索取的，从小到大看病花钱，在外头跟人结怨赔钱，读书花高额补习费，长大了要买车买房娶媳妇，不停地榨干父母的血汗钱。父母为了他一天打3份工，累得一身是病。结果呢，这个孩子从来不懂得感恩，他觉得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你给他买了1500万的房子，他不仅不说声谢谢，还要埋怨你为什么不给他买2500万的。你稍微有点能力达不到他的要求，他就破口大骂，甚至对父母动手。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前世你欠了他的，你骗了他的钱，坑了他的家产，这辈子他化成你的儿女，堂而皇之的住进你家里，吃你的肉，喝你的血。在这种关系里，只有单向的索取和付出，哪里还有半点亲情可言？很多做父母的长辈天天在家里抹眼泪，想不明白，我上辈子造了什么孽啊？对你这么好，掏心掏肺，你为什么就是个养不熟的讨债鬼？本质上就是因为这份缘分的底层逻辑是欠债还钱，债务是冷冰冰的，数字是无情的，只有恩情才是温暖的。没有善缘的基础，你就算把心掏出来给他吃，他也嫌有腥味。所以如果你们家里现在就是这种公事公办的冷漠，或者面对着一个怎么填都填不满的讨债鬼，尼斯劝你们一句，看开点，认命吧。这也是在消业障啊。该尽的责任你尽到，该还的债你慢慢还，不要去强求那种根本不存在的亲密感。因为你越强求，越是拿热脸去贴冷屁股，你的心里就越痛苦，越会生出新的怨恨。旧债还没还清，又添了新的恶缘，
那下辈子你们还得缠在一起算账，还不如坦坦荡荡的接受，我们就是债务关系，我还清了我的道义和金钱，我不亏欠天地，我问心无愧，这就足够了。各位听到这里，大家先深呼吸一下，喝口水，你们心里是不是也觉得酸酸的？接下来我要给你们讲的这第三种缘分，恰恰是我们现今社会大部分普通老百姓家里最常见的一种状况，我管它叫做薄缘。什么叫薄缘？顾名思义，就是缘分太薄太浅。你们闭上眼睛想想看，现在你们家下班后的画面是不是经常是这样的？老爸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电视机开得很大声，老妈在厨房里忙东忙西，只听见抽油烟机嗡嗡的响声。孩子加完班一进门，换了拖鞋，连头都没抬，喊了一声爸妈我回来了，接着砰的一声，自己卧室的房门就关上了。等到了吃晚饭的时候，一家三口围坐在饭桌上，没有人讲话，满屋子只听见筷子碰到碗碟的叮当声，还有电视机里播报新闻的声音。你想找点话说，清了清嗓子问一句上班累不累啊，工作顺不顺利？孩子头也不抬，扒了一口饭说就那样挺好的。你想再多关心两句，话到了嘴边又硬生生咽回去了。为什么？因为你不知道怎么接话，你怕一开口问多了孩子嫌烦，孩子呢也怕跟你多说几句你会开始唠叨，于是大家干脆都闭嘴。你们之间没有争吵，没有家暴，逢年过节也会按规矩买点营养品，发个红包，谁生病了也会急匆匆的带去医院挂号看病。在外人眼里，你们一家和和气气，不缺吃不缺穿，挺好的一家人。可是各位呢，只有你们自己心里清楚，你们的心之间隔着108000里，你们就像是碰巧合租在一个屋檐下的陌生人，客客气气，礼貌又疏离，既不远但也永远近不了。小的时候，孩子在学校里受了委屈或者考满分，绝对不会第一个跑回来跟父母讲。长大了，工作上遇到瓶颈，感情上受了挫折，父母永远是最后通过别人的嘴巴才知道的。你们各自待在自己的房间里，进不了彼此的世界。很多做父母的，只要一想到这件事，心里就常常觉得一阵阵的失落。看着电视连续剧里人家那种一家人抱在一起又哭又笑的画面，再看看自己家冷清清的客厅，总觉得是不是自己做人很失败，是不是自己哪句话没说对，伤了孩子的心，或者是不是自己天生就不是个好父母。大家千万别这么想，尼斯今天在这里要把这层因果的窗户纸彻底给你们捅破。这种不亲近不是你的错，也不是孩子的错，更不是因为你们哪一方天生冷漠。从因果业力的角度来看，这根本原因就是2个字，因缘不够。世间万物讲究一个缘起缘灭，人和人的关系深浅全看前世积累的业力厚薄。大千世界，茫茫人海，你们前世可能并没有太深的交集，也许你们只是在某一世的一场大雨中一起在同一个屋檐下躲过雨，也许你们只是在街边的茶水滩上偶然擦肩而过，互相点了点头。你们之间没有结下生死相随的大恩大德，也没有结下你死我活的深仇大恨，只有这么一丁点极其微弱的业力牵引着，让你们这辈子碰巧投胎凑成了一家人。因为前世没有积累下深厚的善业，所以今生就没有支撑深厚亲情的地基。就像你盖房子，地基打得太浅，上面怎么可能盖得起摩天大楼呢？没有这层善缘做基础，你们当然亲近不起来，当然只能做最熟悉的陌生人。这种缘分没有对错，没有谁好谁坏，它就是一种最自然最真实的因缘状态。听到这里，有些人可能会叹气，尼斯，既然老天爷给我们安排了这么浅的缘分，那我们这辈子是不是就注定享受不到天伦之乐了？这多遗憾啊！尼斯今天要把这件事情反过来给你们讲，在佛法修行里，薄缘恰恰是老天爷给你们最好的恩赐，是你们修行的绝佳机会。你们想想看，如果亲情缘分太深，不管是恩还是怨，你这辈子一定会被这段感情死死的绑架。孩子稍微有点风吹草动，你急得半条命都没了。为了给孩子买套婚房，你一把老骨头拼了命的去赚钱，你的喜怒哀乐全被家人牵着鼻子走，一辈子都在为别人活，哪还有1分1秒的时间停下来关照一下自己这颗疲惫的心？但是薄缘不一样，老天爷安排这么一段淡淡的缘分给你，就是为了让你提早看破红尘的虚妄。因为没有太深的情感牵绊，
你就不会轻易被家里的烦心事给反噬，你就不容易被亲情给道德绑架，你会比那些沉溺在温柔乡里的人更早更痛彻地明白一个宇宙真理。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孤独的修行，父母也好，子女也罢，哪怕是结发夫妻，都只能陪你走人生的一小段路。在这个世界上，靠山山倒，靠人人跑，最终能真正依靠的只有你自己这颗觉悟的心。为什么你不亲近父母，最后反而会活成父母的样子？亲子疏离的背后藏着一条怎样可怕的代际轮回锁链。如果你们以为跟父母关系不好，大不了就是少回几趟家，逢年过节塞点钱就算了，那你们就大错特错了。这亲子疏离的背后藏着一个极度惊人而且非常容易被大家忽略的深层因果。这份业力它绝不仅限于你和父母两个人之间，它就像一颗带毒的种子，会悄悄扎根在你的性格里，然后顺着血脉不动声色地传给你的下一代。这在佛法和命理上叫做代际的轮回锁链。来，大家回想一下，你们生命中有没有经历过这样惊悚的一瞬间？你小的时候可能最痛恨的就是你父亲的暴躁，或者你母亲的冷暴力。你曾躲在被窝里发誓，我将来要是有了小孩，绝对不要像他们那样，我要温柔，我要讲道理，我要做个好爸爸好妈妈。可是等你真的结了婚，生了孩子，有一天孩子把碗打碎了，或者考试考砸了，又或者只是磨磨蹭蹭不肯吃饭，那一瞬间一股无名火直冲脑门，你指着孩子的鼻子破口大骂，那种歇斯底里的语气，那种不耐烦的神情，那种伤人不见血的刻薄用词，就在话音刚落的那一秒，你突然愣住了。你惊恐地发现，刚刚发火的那个样子竟然跟当年你最恨的父母一模一样。那一刻，你看着孩子瑟瑟发抖的眼神，就像看到了当年那个无助的自己。你明明不想伤害孩子，可脾气一上来就跟被什么东西附体了一样，根本控制不住。发完火之后，你一个人躲在房间里，内疚自责，骂自己为什么活成了自己最讨厌的样子。可是下一次只要火候一到，你还是会重蹈覆辙。各位大哥大姐，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心理学家管这个叫创伤的代际传递，但在我们易经和佛法看来，这根本不是什么遗传学，这是最深层的业力拷贝。这背后的天机有两层，第一层叫共业相感。你们以为是父母把坏脾气遗传给了你，错了。佛法讲究自作自受，能进一家门成为一家人，是因为你们本来就有着极其相似的业力磁场。你带着你前世积累的暴躁冷漠的业力，投胎到了有同样业力的父母家里，而你的孩子也带着他自己的那份业力被吸引到了你这个家里。不是父母把黑锅甩给了你，而是你自己的业力让你精准匹配了这样的家庭。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就是共业的吸引力法则。第二层叫无名熏习。什么是熏习？就像你把一块没有味道的干木头放在一堆檀香里，时间久了，木头就有了檀香味。如果你把它放在咸鱼堆里，它就染上了腥臭味。你从小在父母身边长大，他们解决问题的方式，他们情绪失控的嘴脸，他们对待你的冷漠，每天都在潜移默化地熏着你的阿赖耶识，也就是你的第八识，你的潜意识仓库。这些东西变成了一颗颗习气的种子，深深埋在你的心底。平时风平浪静的时候，你觉得自己是个明理的成年人，这些种子藏得很深。可一旦遇到相似的境界，比如孩子调皮捣蛋了，外援一引爆，那些埋藏多年的种子就会瞬间破土而出。它会直接操控你的大脑，让你不由自主地用父母当年对待你的方式去对待你的孩子。佛法里有句话，你越是恨一个人，天天盯着他的缺点看，天天在心里抗拒他，其实你就是在不断地给他注入能量。你越抗拒，那个影子就越深，深刻进你的骨髓里，最终你就彻底活成了那个人的翻版。这就是最可怕的连环套。这不是世俗意义上的负债指还，这是无名习气的相续。各位，你们听明白了吗？如果今天你们不觉醒，不狠下心来斩断这根锁链，这份痛苦就会世世代代传下去。你吃过了苦，你的孩子会再吃一遍；你受过了伤，你的孙子还要再受一遍。子子孙孙在这个充满怨气和冷漠的泥沼里打滚，没完没了。那么这个死局到底该怎么破？难道我们凡夫俗子就只能眼睁睁看着这股业力的洪流把整个家庭淹没吗？当然不是。
因果虽然可怕，但绝不是宿命论。只要找对方法，老天爷总会给我们留下一线生机。针对我们这种亲子不亲、互相折磨的状况，倪医师今天给你们开3副药，大家按方抓药，分3步走，我们慢慢化解这块千年坚冰。第一步，停止强求，接受亲情也有天花板。很多人困在家庭的烂摊子里，天天内耗，一边在心里恨父母偏心、控制欲太强，或者恨孩子自私冷漠，另一边又在深夜里怪自己是不是不够孝顺、不够尽责。你在脑子里来回拉扯，把自己折磨得神经衰弱、疲惫不堪。你们这样不仅改变不了现状，反而会让家里的气氛越来越压抑。想改变，第一步，先给我停下来，接受现实，停止你脑子里那种对完美家庭的强求。我们从小看电视，总觉得父母就该是无私奉献的，子女就该是贴心懂事的。但现实是什么？现实是父母也是有性格缺陷的普通人，子女也是带着独立自我意志的个体。有些人他们就是天生合不来，你们的性格、三观、说话方式就是互相排斥的。这不是你的错，也不是单方面的责任，这就叫人性的参差。别再整天钻牛角尖，问为什么他们不能像别人的父母那样懂我？为什么我的孩子不能像别人家的一样听话了？把你的期待收回来，不要再去强迫自己，非要跟他们演那种父慈子孝、母女情深的戏码。你心里明明堵得慌，还要强颜欢笑去讨好，演出来的东西你自己觉得憋屈，对方看着也别扭。承认吧，你们就是亲近不起来，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当你真的在心里说一句算了，我不强求你懂我了，你心里的那根刺当场就拔出来了一半。停止内耗，这是你自救的第一步。第二步，划清界限，尽本分而不攀援。光是心里放下还不够，回到现实里，日子还得过，面对面的摩擦还得处理。怎么办？记住8个字：界限清晰，只尽本分。既然做不到亲密无间，那我们就保持一个安全距离，不要勉强自己去说违心的甜言蜜语，就从最基础的行动开始，尽到你该尽的责任。过节了，买点他们爱吃的东西回去看看。父母生病了，你出钱出力，端茶倒水，好好伺候。但是大家千万注意，做这些的时候，你的心里绝对不能有我付出了你就必须夸我，必须改变的期待。我给你们讲个我身边真实的例子。我有个老朋友叫老王，今年50多岁了，他跟他70多岁的老父亲那就是天生的火药桶，一辈子都不对付。老王每次提着大包小包回老家，不出10分钟爷俩准吵架。老父亲不是嫌他买的衣服贵了不会过日子，就是嫌他切菜的姿势不对，甚至连他咳嗽一声，老父亲都要数落他平时不锻炼。以前的老王每一次都要据理力争，非要跟老头子争个输赢，结果每次都气得摔门而出，在车里抹眼泪，觉得老天不公。后来老王学聪明了，他弄懂了什么叫边界感。现在他回家该买肉买肉，该修水管修水管。老父亲站在旁边指桑骂槐，挑刺找茬。老王怎么做？他既不还嘴也不往心里去，他就在心里默默想，老人家这就是习惯性抱怨，那是他的情绪，不是我的错。嘴上就笑呵呵地回一句，哎，爸您说的对，我下次注意。买完菜修完水管，老王拍拍屁股走人，绝不多留1分钟去讨骂。结果你们猜怎么着？半年下来，老王自己不内耗了，血压正常了。更神奇的是，他老父亲发现自己一拳打在棉花上，没人跟他抬杠了，那股暴躁的脾气竟然也慢慢软下来了。这就是划清界限的力量。你只要真心实意的去尽了你的赡养义务，你把该出的钱出了，该尽的力尽了，你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这就足够了。至于他们满不满意，领不领情，那是他们的事。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哪怕到最后你们还是亲热不起来，那也没关系，你尽了道义，活得坦坦荡荡，这道题你就已经及格了。第3步，自我重建，过好你自己的清醒人生，这是最根本最核心的一步，也是很多传统家庭一辈子都想不明白的道理。太多人以为什么叫尽孝，什么叫对家庭负责，就是牺牲自己的感受，委曲求全，甚至把自己扒成皮，只为了让长辈高兴，或者为了满足孩子所有的要求。大错特错。如果你自己每天活在压抑、痛苦和抱怨里，你觉得你能给这个家带来好脸色吗？你觉得你的孩子在这样冷冰冰的家庭氛围里长大，心里能健康吗？
真正的高级活法，也是对原生家庭最大的交代，是把你的注意力从那些歹戏拖棚的感情纠葛里抽出来，全部放在自我重建上。你既然在父母那里得不到温暖，在子女那里得不到理解，那你就自己给自己撑伞，去锻炼身体，去搞好你的事业，去培养你的兴趣爱好，去结交真正懂你的朋友，把你的后半生活出个光彩来。当你拥有了强大的经济实力，拥有了稳定的情绪内核，你就会发现，当初那些让你痛不欲生的家庭羁绊根本伤不了你分毫。更重要的是，当你彻底治愈了自己，你才能真正斩断我们前面说的那条代际传递的锁链。你不会再把父母施加给你的冷暴力无意识地发泄在你的伴侣和下一代身上，你成了你们这个家族里第一个醒过来的人。亲子这一场缘分最圆满的结局，从来不是一家人一辈子毫无边界地捆绑在一起，互相折磨，互相干涉，而是借着这份关系，看清人性的弱点，学会独立，学会放下，最终活成一个情绪稳定、内心强大的自己。这才是你对生命最大的尊重。今天的内容讲的是长了点，讲了这么多，我知道很多人听着听着前面讲的就忘了，没关系，你是今天好人做到底。我再最后啰嗦一遍，手把手的帮大家做个最完整的重点整理。你们把耳朵竖起来，只要记住这几句话，这一辈子的家庭死结就能解开大半。第一，别再怪自己，也别强求假亲密。你们要记住，亲子之间关系冷淡，根本原因逃不出3种前世的因果，要么是来抱怨的冤家，要么是冷冰冰讨债还债的债务人，要么就是前世压根没多少交集的薄缘。认清了因果，就别再较劲了。强扭的瓜不甜，强演的父慈子孝只会让你折寿。第二，千万当心代际轮回。你越是恨你父母的缺点，你潜意识里就越会拷贝他们的恶习，最后你发脾气打骂孙子的时候，你就会变成当年你最恨的那个样子。这叫无名习气的相续，你不斩断它，你们家祖祖辈辈都在这个火坑里烤。第三，我刚刚给你们的3招救命法一定要记住。讲到这里，其实肯定有很多人心里还在犯嘀咕。有些人可能会想，尼斯啊，既然我跟我儿子的因果这么差，你能不能大发慈悲，去我家帮我布个局，摆个阵，或者给我画道符，让我家风水好起来，让我们父子俩亲近一点。各位，今天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我想跟各位说句真心话，我看了大半辈子的风水，拿了半辈子的罗盘，断过无数人的八字，但我今天必须坦白地告诉你们，这个世界上最好的风水根本不在祖坟上，不在你家客厅的财位上，也不在什么水晶洞、八卦镜上。这世间最顶级、最能改命的风水，其实就是你们的人心。你们仔细想想，如果一个人满心的怨气，天天在家里板着个脸，开口就是指责，闭口就是抱怨，如果一个人心里装的全是算计、亏欠和不甘心，那他就算住在皇宫里，就算睡在龙脉上，这屋子里的磁场也是阴冷刺骨的。家里人待在这种环境里，不生病就算万幸了，怎么可能和睦？怎么可能发财？风是气场的流动，水是能量的汇聚，而人心就是这世上最强大的磁场发生器。当你彻底放下了对家人的怨恨，当你不再用世俗的眼光去要求孩子，当你生出一丝慈悲心，在心里默默说一句我不恨了，我原谅你了，也请你原谅我的时候，就在你念头转变的那一瞬间，你身上的怨气就散了，你心里的坚冰就化了，你整个人散发出来的磁场就会从带刺的、冰冷的变成温暖的、包容的。这种人心的转变，比请10个风水大师去你家摆阵都要管用10000倍。你变了，你身边的风水自然就变了。当你用一颗柔和、感恩、利他的心去对待父母和子女，哪怕你们过去有再深的恩怨，在真诚的善意面前也会被慢慢感化。心宽了，家就暖了，家暖了，福气自然就聚过来了。一念心清净，处处莲花开。你有一颗菩萨心，你家就是风水宝地。所以既然大家今天有缘看到这个影片，说明我们冥冥之中就有化解恩怨的机缘。佛家常讲一念3000，我们的起心动念能够凝聚成不可思议的巨大能量场。现在我邀请你们，不管你现在跟家人的关系有多糟糕，请你放下心中的执念，
在留言区诚心诚意地留下8个字：消怨解结，善缘相续。这不仅是为你自己祈福，也是在为你受苦的父母、迷茫的子女祈福。当我们几千几万人在留言区留下这句善言时，我们就共同布下了一个巨大的正能量风水局。这份善念的磁场会顺着网路回向给每一个被家庭关系折磨的人。放下过去的恶缘，从今天起用一颗修行的心去面对你的家人。愿天下父母子女都能看破因果的迷雾，化解宿世的纠葛。愿我们都能断恶修善，此生得享温情与安乐。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